凌晨4点半，阮碧豪和师傅开启一天的忙碌。6點半開門，咁啊麵包啊、蛋撻啊，咁咪應酬佢啦。79岁的周基楚，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，在冰室做西点师傅。半个世纪的专业实践，磨练了他对出品的一丝不苟，尤其是在他最拿手的蛋挞和菠萝包上。蛋挞、菠萝包，在香港人的早餐和下午茶里，这2个应该是重复率最高的名词。蛋挞在上个世纪20年代诞生于广州，流转到香港後名揚海外。逐點改良，類似係蒸蛋一樣，係點樣滑啲好食啲嘅。整啲粉，我們啲油咁咪相食到佢穩，然後擠落嘅雪櫃。佢而家要我就切翻硬淨啲，然後先放埋啲水皮嚟再煎。蛋挞皮分为牛油皮和酥皮，传统的酥皮是由水皮和油皮重复交错翻叠而起酥的。周基楚的巧手能将5毫米的酥皮折叠108层，再把酥皮放进圆形饼模，拇指沿模边柔和的挤压，再加入由砂糖及鸡蛋混合而成的蛋液。手掌与案板无数次的碰撞，手腕有规律地向内旋转。在半个世纪的光阴里，周基楚就这样重复着这一系列动作。菠萝包的灵魂在于表面的酥皮，砂糖、鸡蛋、面粉与猪油混合而成的黄金片被平铺在圆滑的白面皮上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机器的精细程度早已高于人手，但周基楚坚持全手工制作。他说，这样可以带给粉丝50年不变的老味道。一間冰室最重要係嗰杯奶茶同埋嘅麵包做得靚，咁就係傳統嘅冰室。茶和奶约定在每天清晨6点半相遇，面包蛋挞的香味儿从狭隘的空间飘散开。一杯奶茶，一份蛋挞，师徒俩的合作无间，开启了街坊们一天的能量之源。到了上午10点，阮碧豪开始了冰室另一个招牌餐的准备——火焰牛河。牛河是老广的叫法，就是牛肉、芽菜炒新鲜的米粉。牛河分为湿炒和干炒2种。湿炒是炒牛肉的时候要勾芡，炒出来的米粉有汁；干炒不勾芡，讲究肉嫩芽爽，米粉焦香。有人说，干炒牛河是检验粤菜馆水准的利器。在阮碧豪看来，炒牛河除了要准备的配料很多，还有极为关键的一步。我一入行，我師傅已經叫我搣河粉。佢話炒河粉咧就要用手搣嘅。如果一嚿嚿咁樣炒，啲牛河點會靚啊？猛火快炒，鑊氣重，粉不粘鍋，不折斷，香而不膩。我哋炒河粉一定要用筷子嚟炒嘅，因為用筷子炒咧啲河粉就唔會斷，同埋好均勻嘅炒得。阮碧豪的干炒牛河之所以叫火焰牛河，是因为这当中有他独创的一个工序，用高度米酒明火燃烧粉的表面。河粉係米做㗎嘛，燒完佢之後咧就有米香嘅味啦，同埋牛肉咧都有燒過嘅味道。干炒牛河简约而不简单，对一般食客来说，它可能仅仅是一道普通的菜肴，但对老广而言，它却是一块测试粤菜厨师手艺的试金石。从凌晨4点半到晚上10点，师傅和师兄专注在面点房，阮碧豪忙碌於店前。唔會做多嘅，因為師傅師兄咧年紀就大㗎啦，每日咧都係限量發售，下晝5點鐘賣完我哋就算數。
唉，辛苦冇辦法啦，但係中意做呢行，鬼叫佢自己好醒咩？从模仿到创造，灵活的香港人海纳百川地接受着来自各地的文化，又将精髓融汇一炉，打造出冰室这种独特的文化。烘奶茶，点上一杯奶茶，将一小块黄油裹在菠萝包上，满满咬下去，口里都是地道的香港味道。我哋係同師傅咧，為咗一樣嘢，做有人情味嘅冰室。无论脚步走多远，家乡的味道总是熟悉而顽固，它让异乡游子魂牵梦绕，朝思暮想。清明节刚过，黄种人就忙到停不下来。今天，作为珠海虎山金巢琵琶鸭的第6代传承人，他早早地燃起了皇家祖辈传下来的维生之火。已經第6代啦，我接手應該有16到18年左右啦。凌晨4點做到夜晚8點半左右，如果加班嘅呢，可能就做到11、2點啦。虎山金巢琵琶鸭因形似乐器琵琶而得名。这道让珠海人魂牵梦绕的非遗美食，已经藏在深巷里近200年。琵琶鸭的神奇之处在于它不论是热还是冷，都保持皮脆肉嫩、唇齿留香的口感。而传承了6代人，历经上百年的经营史，更让琵琶鸭的故事熠熠生辉。呢個就係我朋友，喺日本嗰邊翻嚟嘅，帶佢同你交流一下。仁哥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哋行你講話。帶着前務廚藝在日本闖蕩了20年的梁建庭慕名而來，本身就是掌廚人的他，要找黃種人學藝。阿庭哥，依家啲鴨就燒熟啦，出爐啦。哇，聞到流手水。如果你翻到日本嗰時要做嗰時咧，你就要注意啲火候啦。開始咧大火睇佢啲色澤有變色，控制個火候啦。食起身咪皮脆肉滑啦，係嘛？好嘢。從前務回到東京，梁建庭已經迫不及待地打開爐灶。他要在短時間內推出每週的特別菜式，琵琶鴨是目標之一。20年的他鄉打拼生涯，培育了梁建庭時刻保持求新求變的習慣。我2年啊，開多成7、8間喺周圍，所以競爭比較大。細嘅地方10幾間中華料理，你係難同人做。20年前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梁建庭，带着学了2年的粤菜厨艺，来到日本东京谋生。先是打工仔，后是老板，经营失败后变回打工仔，再次创业成为老板，3创3败。而屡败屡战之下的这家王味坊，已经是梁建庭在东京的第4次创业。每天早上8點，梁建庭和妻子必須準時踏上前往東京中央區的列車。1個半小時的路程，趕在10點前回到他們的主戰場，做午飯前的準備工作。我呢間黃味坊都去緊3年啦，嗰3年咧一直都係一個人炒菜、洗碗、切菜、買貨，全部我一個人搞掂。上面係我老婆咯，不飯、洗杯啊，我老婆咯。一個人掌控一個廚房，120多款固定菜式，每週8款特別推介，每天為上百人解決午餐和晚餐。好大嘅壓力，因為呢度啲租啊各方面人工都好貴，加上日本經濟唔好咧，啲菜式方面價錢只有比10年前低。食物嘅材料咧就而家越嚟越貴。親力親為，合理控制成本，這是夫妻倆靠經驗總結而來的經營之道。也只有這樣，餐館才能得以生存下來。因
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こんにちは。一人様。一緒にどうぞよろしいですか？はい、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とラーメンと何でしょうか？啊，すいません。忘れた。ごめんなさい。梁建庭的妻子很具语言天赋，王卫坊能在中央区经营下来，也有赖于妻子这口流利的日语。就是55分或50分到12点半，就很紧张了。反正做每样东西要很快，就会跑住来做的。只能死不能病。如果你抢不到客人，就没有生意了。就中午就靠一个鐘頭的時間去搶客。有陣時揾嗰班客人，等你唔揾啲新嘢吸引下佢又去第二間，都幾頭痛啊！要喺嗰啲貨源，又係有嘅成本。今天的生意不理想，经历风浪的梁建庭并未为此挂心。晚市过后，梁建庭来到了同乡梁彪的广东料理店。梁彪和梁建庭同是珠海前务人，20年前他们一起背井离乡到日本谋生，现在他们每周坚持一起研发新菜式。阿彪，買咗條白線，喺研究呢個新菜。誒，起咗吉幾啲度，貼幾日之人，邊啲一數醬、鹽味，醃下佢。一提上雞蛋，有啲麵包糠，應該好好食嘅，口感好好，應該脆嘛，知道脆嘛。佢有得炸，佢有得炒，佢有得試得不得嘛。鳗魚，廣東人稱它為白鱔。日本的鳗魚60%來自中國。珠江三角洲历来是鳗鱼生长的黄金区域，而在鳗鱼的烹调方式上，粤厨更是创作出了林林总总的做法。从前务到东京，一样的勺子，一样的锅炉，不一样的是在背井离乡下做着家乡菜，分享给他乡的人。每周一新菜，着实让梁建庭绞尽脑汁，香的、辣的、中日结合的。菜式千变万化，方法层出不窮，而這一切都是為了生活和子女。冇咩意義，繼續做落去㗎啦，做到都十幾大啦，睇嚟揾食啦，咁啊退休咯，有排搏啊，都有10幾年。為生計背井離鄉，闖蕩世界的同時，以梁建庭為代表的掌勺人，也讓粵廚的手藝和精神流轉於世界各地。每逢大年初3，廣東河源的中聯村總是蘇醒得特別早，一場特殊的春節競技比賽即將舉行。村裡的汶水塘由天然的地下噴泉形成，400多年前，客家人因水源遷徙至此。族人迎春的傳統便是舉行捕魚賽，祈求豐年有餘。周小康是村里最知名的大廚，每年的捕魚節他都不會缺席。起來個早5點6點鐘應該下到嚟那我們3點過來咯。起來不啦？沒想到啊，他們那邊這麼早來，過來的時候基本上都滿了。泉水魚很是鮮美。但每年只允許大年初3這唯一的一天實證捕撈。撈什麼魚？小康有自己的願望。打條紅金魚嘛，紅紅火火過年，拿個好意頭吧。塘邊300年的檳榔樹旁已經聚集了幾百號村民，圍捕只有半個小時，小康能如願嗎？沒有號令呢，我們聽到鞭炮聲響，我們就下。張鐵下注上，溫水塘紅鐵下。2019年的廣東春節熱得反常，下塘捕魚的村民
虽然不像往年一样冻得瑟瑟发抖，但30度的高温加大了捕鱼的难度。天气热的话麻烦，那鱼乱跳，然后人又多。眼看着塘里的鱼已经各落各家，小康却完全没有觅到红锦鲤的踪影。还有红锦鲤吗？有吗？冇啊！混战到了尾声，小康便佛系了。浑水摸鱼的意思就是真的很多人纯粹靠运气了，再有技术也没用，是展不开。大鱼哦！哎呀！对哦，转哦，转行哦。剔鱼骨、打鱼泥的活儿，小康干得很麻溜。不到时间了就催我，叫我回来，然后准备好材料。美极鱼腩用海盐腌制，可以去掉皮上的粘液。一鱼多吃里的椒盐鱼皮最能体现老广的物尽其用。酥脆的秘诀在于翻炸，低油温炸完后，200度高温再炸。翻炒后表皮焦黄，肉质鲜香。过年了喝点小酒，这个比较下酒嘛，比较香口一点。用冬季稻草将五花肉捆绑，河源特色菜蜜香稻草肉下锅前的炒糖色是关键。它一起大泡就可以下，你炒的不够热，不够色，炒的那样就不好看。小火焖40分钟，五花肉吸收了稻草的清香，稻草降解了五花肉的油腻。最后的与众不同在于加点冬蜜调味儿，菜品蜜香软糯，味醇汁浓。听着不间断的鞭炮声，看着在身边的一大家子享用自己烹制的家宴，劳作后的小康觉得这个年过得很满足。塘里的水引流灌溉着村里的稻田。来年的夏天，收获早到的时节，小康和村民们又像他们的祖辈一样，在汶水塘投入新一年的浮渔，祈祷新一年的丰收。正月里的潮汕地区是全国年节的最大宝库。汕头潮阳的一处神场，一种延续几十年的奇特习俗即将上演。孩子们包的鸟饼将在夜晚被分抢。鸟饼旧时抢来有生男孩的意头，如今象征着接福。镇子里最会做鸟饼的师傅黄伟乾和侄子一忙完就往神场赶。抢到鸟饼是一个好的兆头，希望我们这个100年老字号一直做到鸟饼一直传承下去。抢鸟饼开始的时间要卡在本地人所说的迎老爷回城之时。来，没有跳，来。一对对鸟饼飞向空中，黄伟乾和侄子很快被冲散在密集的人群里。每年的正月20，本地人总会来这儿凑个热闹。
好像一年到头必须带着期盼，拥挤一回，嘶吼一回，才能在众人同贺的趣味中体会浓浓的年味儿。拜得很开心，晚上的抢米料饼达成了心愿。苏醒后的朝阳，清晨格外宁静，似乎昨夜什么也没有发生。在这个131年的老字号饼店，黄伟乾的哥哥照旧每天在7点半准时开门，而黄伟乾的父亲已经92岁的老爷子，也照旧一看到忙不过来就上手。日常受街坊欢迎的还有姜薯酥、绿豆饼这些甜点。而姜薯酥只是长相形似潮汕人爱吃的姜薯，口味却和萨琪玛类似，但多了些韧劲儿。外地的就不是这么叫的，他们其他地方做的也不一样，就是马仔王啊什么的。吃起来味道就不一样。小店从不断货的绿豆饼、鸭颈酥，因为量大，伙计们做起来最为得心应手。现在工程的他们嫌这个累，不想做。还有这些学习这个饼食挺复杂，不是那么容易就学会的。家族小作坊没那么分秒必争。累了，坐下来喝杯功夫茶，聊聊天是常事儿。这个一模就是光是13年，在古早开始开张这个环太饼家，到今年是131年的历史了。延续100年的饼店，也需要节庆的照应。黄伟乾算是家族里的多面手，无论各种糕点还是传统糖塔的制作，都得到父亲的真传。几十对狮子，还有几十个糖塔。来了，刚才多没给做糖塔啊？好，弄来做过。潮汕人用7层糖塔拜神拜祖宗，制作糖塔的地方在黄伟乾生活了几10年的祖屋。一进门，熟安门道的蜜蜂早已围绕在白糖塔的周围。同一锅糖摇起来的就不一样，就差一点火候也不好。黄伟乾把白糖熬成糖浆，将糖浆糊倒入装好的模具里。那个糖就流出来，等一下就油会破掉几个孔，再转一下就两边都转一下就不会。待糖浆完全冷却成型，沿着塔棱向外掰拆，看似简单，却一步也不能出错。把长相一致的模具按序排列，黄伟乾有什么特殊的门道呢？这是我们做野记号，然后这个是按顺序排列起来的，一片一片的对整齐，就不要搞乱了，搞乱了做起来这个位置就不对了。我再去，我叫了马去只拗一去路，7张啊是到8-7斤差不多。刚刚接到的订单，正是要用花生糖堆就13层的工艺糖塔。花生糖先分层制作，切割备好。摸呢，摸水呢。我录过。950好嘛？制作还不到一半，糖塔的一个部件突然碰碎了，但所有材料都没有备份。修补完毕，100来斤重的花生塔，最重要的是塔身要正，
其本身的粘性也决定了只能一次放准放稳。那好极了。这个都是麦芽糖都可以吃的。哇，棒棒啊！这个就叫糯貝雲能加料，糯貝勁嘅就糯貝雲能。紧张的忙碌终于告一段落。正因为黄伟乾对祖传老店的呵护，街坊记忆中的甜食才不曾消逝。因为变化中的坚守，一家人因一家店枝繁叶茂，生生不息。就是要保持这个主业，这质量是最重要的。